任务虽然算是顺利完成，但谢普德少校却心事重重，因为要不了多久，苏醒的幽灵族很有可能会找到亚特兰蒂斯，这个吃人的种族可能还会进攻地球，给地球人带来无尽的灾难。你有没有想过，在穿越虫洞时却被卡在半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麦肯博士他们这天在开着穿梭机穿过星门返回亚特兰蒂斯时，由于穿梭机两侧的推进器出现了故障，无法完全收拢，导致他们被卡在了星门中间。这一卡就卡出问题来了。进入虫洞的前半部分已被完全分解成了分子状态，后半部分却仍然还是保持着原有的物质状态。在看剧的时候，没文化的我就一直想不明白，被分子化的那一段此刻到底处于哪个维度。在穿梭机内部，感觉情况不妙的麦肯博士赶紧将卡在半路的福特给拖了出来。随后他们就意识到，位于穿梭机前半部分的驾驶员和操作台已经被完全分子化。而更糟糕的是，谢普德少校现在命悬一线，需要紧急就医。就在刚刚探险小队在前往一颗小行星探查时，一只大虫子死死地咬住了谢普德少校的脖子，就跟地球上的王八一样。情急之下，福特拿枪朝他射击，这种虫子却越咬越紧，更加凶残地吸食谢普德的血液来替自己疗伤。无奈之下，大家只能带着大虫子先返回亚特兰蒂斯，再从长计议。没想到却祸不单行。根据星门的传送原理，一个物质必须在完整的进入星门后，才会被另一端的星门重新组合，然后传送出虫洞。现在被卡在了一半，如果再不动起来，星门将会在38分钟后自动关闭。一旦关闭，穿梭机就会断成两截，后半段就会完全暴露在充满各种辐射的外太空，里面的人根本无法存活。紧急情况下，麦肯博士赶紧修改穿梭机后半段控制器的线路，尝试手动收拢两侧的推进器。福特和泰拉则想办法让虫子松口。最后在只剩下几分钟的时候，谢普德少校决定剑走偏锋，那就是使用起搏器来电击他自己，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们想要欺骗虫子，让他以为他的宿主已经死了，这样他就会松口去寻找其他宿主。果然没多久就掰开了大虫子。他们赶紧再次电击少校，想要让他的心脏恢复跳动。尝试一次电击后，谢普德少校的心跳居然没有恢复过来。他们立马将少校拖进了虫洞，让他的身体先分子化保命再说。而麦肯博士这边在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之后，终于改好了控制器的线路，成功的收拢了被卡住的推进器。但此时穿梭机却仍然是一动不动。原来飞船在接近星门之前就会提前关闭引擎，后面都是依靠惯性穿过星门。而在失去了控制台以后的福特却想要通过撞击穿梭机的舱门推着穿梭机前进。他显然是物理没学好，在穿梭机内部制造的任何一个力都会产生一个相同的反作用力，怎么可能推得动穿梭机？真是个憨憨。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开后舱门，依靠释放舱内空气产生的反推力来推动穿梭机前进。终于他们成功的返回了亚特兰蒂斯，而早已原地待命的医疗队在第一时间冲进了穿梭机，对谢普德少校就地进行紧急抢救。一番努力后，拥有主角光环的谢普德少校的心脏成功恢复了跳动。500年来，这个部落每个人都活不过24岁。谢普德上校来到这个部落时，遇到了一群孩子士兵。这群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他们把谢普德上校带到了这个部落的长老面前。这个只有24岁的帅小伙，他是这个部落年纪最大的人，刚好明天他就过25岁的生日了。按照部落的规定，他今晚就要举行献祭仪式。所谓的献祭仪式，其实就是自己杀死自己。这个长老告诉谢普德，他们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幽灵族的种族，隔三差五就会跑过来这里抓人吃。他们为了减少幽灵族的食物，不再来这里吃人，选择在24岁时会自己杀死自己。他们坚信这是500年来幽灵族人没有再过来吃人的根本原因。而与此同时，他们一直都很忌讳成年人的存在，他们害怕成年人会引来饥饿的幽灵族人，于是他们叫谢普德这群人快点离开这里。谢普德少校却并不认同长老的观点，他猜想这500年来幽灵族之所以没有过来抓人吃，肯定跟附近的电子干扰有关系。就在刚刚，他们路过时，穿梭机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突然失灵了，导致他们不得不被迫降落在这里。降落以后，他们发现指南针和对讲机也失灵了。为了调查真相，他们假装要离开这里。没多久，麦肯博士就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这个干扰设备。原来给这个干扰设备提供能源的正是古人留下的高科技设备零点模块，这不就是他们苦苦找寻的能量源吗？一个零点模块就可以为亚特兰蒂斯整座城市提供巨大的能量，而此时的亚特兰蒂斯正好缺乏能量源。自私的麦肯博士关闭了设备，还把零点模块给拿走了，偷偷的穿过星门带回了亚特兰蒂斯。在干扰器被关闭以后，一个幽灵族人残骸佩戴的信号发射器就被激活了。接着一个幽灵族的探测器也飞了过来探取情报。大家纷纷谴责麦肯博士的自私行为，因为没有了干扰器，武器先进的幽灵族就可以随意过来屠杀这个部落的村民了。麦肯博士在众人的谴责下又把设备安装回去了，幽灵族的探测器立马就掉落在地上了。原来给他们这个设备的人之所以要立下不能活过24岁的规定，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人口过度扩张，因为干扰设备保护的范围有限，一旦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无法再受到保护。在谢普德他们的帮助下，部落的居民终于知道了是干扰设备在保护自己。从此以后，他们决定不再跑出去打猎，也不再年纪轻轻就自我了断了，而是争取长命百岁，好好享受生命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世界。谢普德上校驾驶着穿梭机返航时，发现这片海域附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暴风眼，周围风起云涌。他正在朝着亚特兰蒂斯的方向移动。此时漂浮在海面上的亚特兰蒂斯因为缺少能源的供应，已经没有了护盾的保护。他赶紧返回基地，并将此事告诉了队友，并要求大家商讨紧急救援方案。最终，他们跟位于另一颗星球上的基尼部落高层达成了临时协议。基尼高层在表面上答应了让地球探险小队前往基尼部落暂时避难，实际上却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地球探险队对基尼人的承诺信以为真，他们安排探险小队其他成员全部前往基尼部落紧急避难。麦肯博士和威尔博士几个人留了下来，因为亚特兰蒂斯的星门是唯一一个可以打开前往地球虫洞的星门，他们必须留下来拯救这座城市。当飓风席卷亚特兰蒂斯时，肯定会伴随着强烈的雷电，而古人恰好在亚特兰蒂斯顶部安装了数百支避雷针，用来将雷电引入城市底部的地下中转站，最终将雷电的能量排入海底。根据古人的设计，麦肯博士认为他们可以断开中转站，连接海顶设备，然后将雷电的能量引入铺设在走廊下面的超导材料，再转入能量发生器，就可以为整个亚特兰蒂斯提供一个临时的保护盾。在大家定好方案以后，马上就开始实施了。就在大家快要完成计划时，一群基尼部落的军事武装分子假扮成求救的难民，用欺骗的方式闯进了亚特兰蒂斯。在干掉2个负责守卫的米国大兵后，又劫持了威尔博士和麦肯博士。原来基尼人早就对亚特兰蒂斯垂涎3尺，他们想趁着他防备空虚的时候，将他占为己有，并获取里面的 C4 炸药，用来对抗幽灵族人。好在此时的谢普德少校正在地下中转站，才没有被抓。在获取博士被抓的情报后，他跟敌人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他凭借着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兜兜转转几圈后，解决了几名过来抓他的士兵。看到情况不妙的基尼人通知总部，又调了60人过来增援。在援军穿过星门时，神出鬼没的谢普德又出现在他们身后。他跑到控制台关闭了星门，在关闭星门的红魔开启后，还没来得及越过星门的55名士兵全部撞死在红魔上。谢普德在一轮扫射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飓风伴随着滔天巨浪离亚特兰蒂斯越来越近，很快就会淹没整座城市。时间越来越紧迫，基尼人也变得越来越慌张，他们不敢在此地逗留，他们赶紧穿过星门离开了亚特兰蒂斯。在他们走后，麦肯博士第一时间启动了系统，将雷电的能量引入了城市中心的能量发生器。除了控制室以外，整个城市都充斥着闪电。而此时几百米高的巨浪正朝着亚特兰蒂斯扑面而来。就在亚特兰蒂斯即将被淹没时，一个巨大的护盾从城市顶部展开，及时罩住了亚特兰蒂斯，这才让亚特兰蒂斯躲过一劫。雨过天晴后，大家终于平安地度过了这个危险的夜晚。这个叫查雅的女人可以将自己变成一股纯能量体，她就是已经升天的古人，也是亚特兰蒂斯的建造者。升天以后，她一直都守护着一颗叫普罗卡的小行星。就在刚刚，她将自己变成了一股纯能量体，然后穿过了星门去拯救她的子民。想要英雄救美的谢普德少校赶紧开着穿梭机出去帮助查雅。查雅这个老人家来自于另一个平行宇宙，地球探险队在亚特兰蒂斯的一个休眠舱中发现了他，将他唤醒后，他说他自己就是威尔博士。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在将2人的 DNA 进行比对后，他们居然真的是同一个人。这位老人说他在休眠舱已经沉睡了1万年了，原来他来自于另一个平行宇宙。他跟年轻的威尔博士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跟随着地球探险小队一起穿过星门来到了亚特兰蒂斯。由于星门的开启，导致亚特兰蒂斯的能源急剧下降，没多久能源就彻底枯竭。在失去了防护盾以后的亚特兰蒂斯并没有浮出海面，海水很快就淹没了整座城市。情急之下，威尔博士几人慌乱地登上了一架穿梭机，在谢普德胡乱的操作下，穿梭机莫名其妙地从海底跳入到了太空之中。而当时幽灵族人正在围攻亚特兰蒂斯，穿梭机不幸被幽灵族人击落，除了威尔博士，其他人全部遇难了。当威尔博士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亚特兰蒂斯，身边还有一个叫大伟的男人。大伟告诉他，他就是古人种族，他们之前驾驶的那架穿梭机是他改装以后的时光机器。原来他们在登陆穿梭机后，由于谢普德少校的胡乱操作，将他们送到了1万年以前。1万年前的幽灵族穿过星门返回了地球，威尔博士就是这样牺牲了自己，在漫长的休眠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同时他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字条，上面记录了5个前哨站的星门地址，每一个前哨站都有一个0点模块。交代完这些后，活了1万多年的威尔博士就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剧中有2个威尔博士，
我已经尽力去理清故事线了，听没听懂都点个赞呗，谢谢各位观众老爷。幽灵族的3艘太空航母在其巡洋舰的护卫下，正在飞速赶往亚特兰蒂斯。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攻占亚特兰蒂斯，而是想要以亚特兰蒂斯为跳板，侵略远在太阳系的地球。探险队明知道打不过敌人，但他们绝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在这颗星球的轨道附近找到了一颗古人遗留下来的防御卫星，这颗防御卫星大部分系统已经损坏了。麦肯博士几人对他的武器系统进行了紧急抢修，还把他的能源系统更换成了人类的发电机。刚完成基本修复，幽灵族的太空舰队就抵达了附近。他们并未留意这颗废弃的卫星，留守在卫星内部的皮特发动了武器装置，凭借古人先进的科技，瞬间摧毁一艘母舰。但是由于他们改造的管线出现了故障，导致无法再次发动攻击。反应过来的幽灵族将卫星炸成了灰烬。卫星被毁之后，亚特兰蒂斯失去了最后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这座城市因为缺乏能源而无法启动护盾和武器系统。威尔博士立马启动了自毁程序，因为亚特兰蒂斯的星门是唯一一个通往地球的星门。在倒计时结束之时，整座城市以及它的数据库将彻底灰飞烟灭。就在大家做好必死的决心之时，地球星门总部突然拨通了亚特兰蒂斯的星门。在米国海军陆战队艾弗雷特上校的带领下，一群米国士兵抬着先进的美式装备穿过了星门。原来在2周前，探险队侦察到幽灵族人要进攻亚特兰蒂斯以后，第一时间将这个情报发送给地球。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能量把人送回去，但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可以接通星门 1.3 秒钟。在博士的压缩算法支持下，这 1.3 秒可以传输几个小时的视频内容。地球总部接收到这些情报以后，立马就开始组织救援行动。于是米国军人凭借考古专家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发掘的零点模块，启动了前往亚特兰蒂斯的星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将零点模块带过来，地球起航将在4天之后抵达这颗星球，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等到援军的到来。援军到达之前，米国士兵赶紧装配好先进的美式装备。傍晚时分，人类21世纪的枪炮与幽灵族的太空舰队在飞马星系首次正面交锋。人类的武器水平和数量都远远比不过敌人。一个晚上以后，亚特兰蒂斯损失惨重。然而，这只是幽灵族人的一支小分队。第二天上午，浩浩荡荡的第2支舰队也抵达了亚特兰蒂斯，开始对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眼看败局已定，谢普德少校决定驾驶隐形的穿梭机载着核弹头，想要跟敌人的母舰同归于尽。就在这时，米国建造的太空飞船戴达罗斯号终于抵达了战场。戴达罗斯号使用光传送技术，将打算跟敌人母舰同归于尽的谢普德少校救了回来，然后又使用光传送技术给亚特兰蒂斯送去了零点模块，让他们赶紧启动城市的护盾，接着就开始进入战场与敌人展开拼杀。戴达罗斯号凭借着这个外星人研发的光传送技术，直接将核弹送进了敌人飞船内部，很轻松的就炸掉了2艘幽灵族的母舰。幽灵族意识到问题以后，立马调整战略，他们跳进了超空间，绕开了戴达罗斯号，以每小时1万公里的速度冲向了亚特兰蒂斯。而麦肯博士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安装好了零点模块，打开了城市的护盾。幽灵族战舰就像是苍蝇撞在玻璃上一样，在城市顶部瞬间炸开了花。就在大家为胜利而感到高兴的时候，突然侦察到又有12艘幽灵族母舰飞了过来，36个小时之后就会抵达亚特兰蒂斯。1万年前，幽灵族就是依靠人海战术打败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古人种族。谢普德提议要主动出击前去拦截幽灵族人，他们将戴达罗斯号停靠在敌人的必经之地。幽灵族母舰刚刚跃出超空间，戴达罗斯号趁其不备，使用光传送将核弹送到了幽灵族母舰内部。在成功干掉2艘敌人母舰后，幽灵族修改了护盾的频率，阻止了对手利用光传送核弹，并开始围攻戴达罗斯号。戴达罗斯号因为寡不敌众，最终发动超光速引擎跳入了超空间，准备撤回亚特兰蒂斯。敌人紧随其后，很快就抵达了亚特兰蒂斯上空，他们对这座城市狂轰滥炸。城市的上空就像正在上演一场璀璨的烟花表演。在如此密集炮火的攻击下，只拥有一个零点模块的他们，迟早会在几天后被耗死。最后，麦肯博士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利用古人的隐形技术，将整个亚特兰蒂斯都隐藏掉，然后在城市上空引爆一颗核弹，造成亚特兰蒂斯自毁的假象。在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之后，亚特兰蒂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幽灵族以为是人类放弃了抵抗，自暴自弃的启动了自毁程序，于是就全部凯旋而归了。在他们离开以后，亚特兰蒂斯就跳出了隐形模式。战斗虽然结束，但幽灵族和人类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架配置了超光速引擎的戴达罗斯号飞船
在船员在排查故障时，飞船的冷却液突然发生泄漏，慌乱之下，他赶紧躲进了一个隔离舱。刚进去里面，他就发现飞船的系统正在开启隔离舱的舱门，舱门被莫名其妙的打开以后，他就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吸入了外太空。这已经是这个礼拜以来戴达罗斯号的第2起离奇命案了。经过这个不爱穿衣服的小灰人侦查以后，发现原来是飞船感染了某种智能病毒，这种病毒现在正在尝试控制飞船的各个重要系统。麦肯博士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幽灵族人编写的病毒代码。他猜想肯定是因为之前在与幽灵族人交战时，幽灵族通过信号接收器将病毒发送给了戴达罗斯号，病毒现在正控制着飞船的通讯系统，想要将戴达罗斯号的坐标发送给幽灵族。船员们试图切断信号发射器的电源，但是根本无效。最终谢普的少校不得不开着米国的 F-302 战机出去，把飞船顶部的信号发射器给炸了。当他准备返航时，却发现这架 F-302 的系统居然也被病毒给感染了。这架 F-302 战机现在正背离戴达罗斯号的方向飞行，越飞越远。好在博士及时使用光传送把少校给救了回来。然而事情其实并没有解决，在他们将所有系统重新启动并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病毒又完全控制了戴达罗斯号的亚光速引擎，它控制着飞船自杀式的冲向附近的一颗恒星。这时麦肯博士想起了那些停靠在飞船停机坪的 F-302 战机。F-302 装载了一种叫可移动分析探针的设备，个人粗暴一点理解，这是一种类似移动硬盘的记忆模块。博士认为病毒就隐藏在这些记忆模块当中，他们决定赶往停机坪去把记忆模块全部给取出来。但这病毒鬼精的，它控制系统把停机坪所有通道闸门都给关了，两人最终只能通过光传送到达停机坪，病毒却把停机坪的舱门给打开了，而且它还在抢夺飞船防护盾的控制权。一旦病毒将飞船的防护盾也关闭了，空气就会全部外泄，两人最终将会窒息而亡。博士两人赶紧在护盾关闭之前取出了所有的记忆模块，然后躲进了一架 F-302 战机，不敢走出去，等待光传送回到控制室。不幸的是，此时连光传送系统也被病毒完全控制了，情况紧急，他们赶紧将飞船的系统再次重新启动，但是仍然失败了，病毒还是无处不在。而此时飞船已经距离恒星越来越近，谢普德突然想起了被他们忽略的那架 F-302 战机，就是他之前开出去的那架。原来他被感染后，那架 F-302 一直偷偷地跟着戴达罗斯号给他输送病毒。少校决定驾驶着这架 F-302 把他干掉。被感染的 F-302 鬼精得很，一直朝着恒星的日冕层飞行。好在少校技艺高超，及时把他给炸了。被炸以后，戴达罗斯号第3次重新启动了飞船的所有系统，飞船终于恢复了正常状态。看来戴达罗斯号以后需要安装一款专门针对幽灵族代码的杀毒软件了。一群宇航员在飞马星系一艘飞船上的休眠舱中，居然发现了一个科技十分发达的史前文明。这些古人在休眠舱中已经休眠了1万年了，他们的身体虽然严重老化了，但是大脑却仍然十分活跃。原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虚拟世界当中。为了跟他们取得联系，谢普德中校也找了一个空的休眠舱钻了进去，连接到了他们的虚拟世界。他发现他们生活在一艘巨大的飞船里面。一个士兵发现了他以后，将他带到了舰长面前。谢普德试图把他们一直活在虚拟世界的事实告诉他们。由于时间太久了，这群人居然已经不相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当中，还把谢普德关了起来。谢普德告诉他们自己来自于真实的世界，但是舰长却觉得他这是在胡说八道。舰长说，现在船员们正在修复并且升级飞船的超光速引擎，完工以后他们就可以返回亚特兰蒂斯了。而在现实世界中，谢普德的同伴海王有了新的发现。就在不久前，有一个敌人将舰长的美女助理拖出了休眠舱，还杀死了他，然后自己钻进了那个休眠舱，在虚拟世界中冒充成美女助理。麦肯博士赶紧也钻进休眠舱，想要通知谢普德虚拟世界有奸细。进去以后，他却发现谢普德已经被人给关起来了，于是他又赶紧回到了现实世界，改写了虚拟程序，将谢普德放了出来，顺便还放倒了2名看守的士兵。麦肯博士猜想，冒充成美女助理的敌人之所以一直催促舰长在虚拟世界中改良超光速引擎，肯定是想要获取关于超光速引擎的高科技情报，然后改良他们自己的战舰，最终抵达太阳系侵略地球。细思极恐，麦肯博士赶紧断开了这个敌人跟虚拟世界的连接。美女助理随后便在虚拟世界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看到这番情形之后，舰长终于相信了谢普德所说的真相。原来在1万年以前，他们的飞船损坏以后，船员们就进入了休眠舱，一直在等待族人的救援。可惜的是，他们的族人在被幽灵族人打得节节败退之后，就将亚特兰蒂斯城沉入了海底，之后穿过星际之门离开了飞马星系，前往地球避难。而还有一部分古人升天了以后变成了一股纯能量体，进化成了一种多维度的生命形式，从此以后不再干涉世间一切事物。虚拟世界的他们已经是这个种族少有的幸存者了。而在现实世界中的敌人此时也察觉到了异常，他们赶到了附近。地球探险队为了不让敌人获取古人先进的科技，在谢普德他们离开以后，他们不得不引爆这艘古人的飞船。这群古人在虚拟世界中修引擎修了1万年，
修到连自己都忘记了自己是活在虚拟世界当中了，而现实世界却早已经物是人非。这个男人意外地被吸入了一个山洞之中，山洞外面每过一天，里面就相当于过了240天。在同伴被吸进去以后，麦肯博士猜测山洞里面有可能是一个时间膨胀场，于是他把一根新鲜的树枝放了进去，才放进去几秒钟，树枝就干瘪枯萎了。接着他把一台摄像机放进去做数据测试，他惊讶地发现只放进去20秒钟，录像时长却长达80分钟。学过物理的麦肯博士有点慌张了，他们不敢再靠近这个时间膨胀的山洞，同时他也开始担心山洞里面同伴的安危。他赶紧把大家随身携带的食物和水装进了一个行李袋，给在山洞里出不来的谢普德中尉送了进去。而另一边，外面才半个小时不到，谢普德在里面已经开始舔食巧克力的包装袋了，因为他已经饿了2天了。他刚进来时尝试过从入口处返回去，但是入口却变成了一道石门，怎么也打不开。他手中的对讲机也无法和队友正常通讯，好在他的同伴们给他送来了食物。又饥又渴的中校赶紧灌了几口，但是时间如果依照这个速度继续流逝，这一袋食物是明显不够的。中校在里面又待了几天后，食物也耗光了，他必须另寻出路。他相信他的队友不会丢下他不管的，于是他用石头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标记，打算去山洞的另一头寻找出路。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他看到对面一个男人正在被人追赶，而追赶男人的居然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怪物。谢普德连续朝他射击，但是他却毫发无伤。等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一个小女孩给救了。这个小女孩有一种神奇的治愈能力，小手轻轻一摸，谢普德脖子上的伤就自动愈合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每天的任务就是打坐冥想，他们想要像古人一样羽化升仙，但是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都处于瓶颈阶段，始终无法突破。而且那个透明的怪物还会经常过来惊扰他们。这些年来，村民们每次都会选择逃避，不敢反抗。这次只有谢普德和小美2个人挺身而出，他们鼓足了勇气赶跑了怪物。在吃午餐的时候，谢普德就鼓励他们不要害怕那只怪物，要勇敢地去面对它，才能将它赶跑。话刚说完，拥有超能力的小美就感应到有人通过山洞进入了这个世界，原来是谢普德的队友也穿过了山洞，正在四处寻找他。谢普德知道自己的同伴过来了以后，赶紧冲了过去，而此时的队友们也遭遇了那个透明的怪物。众人无论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法伤他分毫，冲过来的谢普德想要一把抱住他也扑了个空。站起来以后，他就指责队友为什么过了6个月才来找他。队友解释说，这都是因为你所处的地方存在时间膨胀，其实我们才过了几个小时而已。这时怪物再一次出现了，而村民们也被谢普德的话语点醒了，他们不再害怕，他们也跟了过来，一起面对这只怪物。大家站在一起围住了怪物，心中没有任何恐惧。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这只枪射不死，刀砍不死的怪物终于烟消云散了。原来它并非是真的怪物，而是大家的心魔。人生中最大的恐惧其实就是恐惧本身，而恐惧恰恰是他们升天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跨越了这道屏障以后，他们终于修成正果，将自己变成了一股纯能量体。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依赖于人的肉体而存活了。各位小伙伴们，换作是你们会想要升天吗？几百万年前，纳米机器人的创造者在飞马星系与幽灵族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星际战争。幽灵族是人类基因和一种外星虫子结合的产物，他们有着超强的繁殖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繁衍出成千上万的军队。古人为了对抗幽灵族，在实验室研发了这种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他们是纳米机器人拥有了可以无限自我复制的能力，但是却会无差别地攻击其他任何生命体。为了防控风险，古人决定终止实验并摧毁整个研究基地。最终一部分机器人逃往了另一颗星球幸存了下来，他们开始疯狂复制自己，并学习古人的科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明。此时的机器人已经开始仇恨创造了他们的人类了。当地球探险小队到达这里时，被他们先进的科技所震撼到，他们以为这些人就是幸存下来的古人，想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科技，但这里的领导人对人类并不友好，他们十分憎恨既创造了他们又想要毁掉他们的人类，于是他们把探险小队关了起来，还将手掌插入他们的大脑中读取了他们的记忆。这些机器人古怪的行为让大家意识到，他们并非是古人，而是由纳米机器人组合成的复制人。复制人把古人当成了父母，而古人却抛弃了他们。他们把这种仇恨转嫁给了所有人类。此时的机器人在读取了他们的记忆以后，正驾驶着一座巨大的城市飞向亚。就在这座城市飞往亚特兰蒂斯时，其中一个叫尼亚姆的机器人突然提出要跟人类做一场交易。他说他可以帮忙阻止其他同类进攻亚特兰蒂斯，但是人类需要帮助他升级改造自己。他口中的升级就是升天，升天就是让自己进化成一种多维度生命体，以纯能量体的方式存活下去。这直接让大家都惊掉下巴了。一个机器人居然也想着要羽化成仙，
尼亚姆说，当初创造了他们的古人，在他们底层编写了具有侵略性的代码，他认为这些代码阻碍了他们升天，因为他无法修改自己的代码，所以他要求麦肯博士帮他们重新编写这些代码，这样他们或许就不会再对人类具有攻击性了。在体内的戾气被消除以后，或许就可以升天了。博士想了想，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双赢做法呀，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想法。为了保证探险队能够顺利逃出这座城市，聪明的博士在服务器上修改代码时偷偷地做了手脚，因为这群机器人会不定时地通过子空间更新自己的程序。博士给他们编写了一道暂停的指令，除了尼亚姆以外，其他所有机器人全部暂停了。趁此间隙，博士还想要摧毁这座城市，他将城市的能源供应系统也做了手脚。几分钟以后，它就会发生大爆炸，因为他们无法保证其他机器人也会像尼亚姆那样放弃进攻亚特兰蒂斯的想法。接着，他们就带着尼亚姆这个机器人一起开着穿梭机，准备逃离这座城市。没多久，这座城市就因为博士搞的鬼而发生了大爆炸。好在穿梭机及时起飞，才幸免于难。就在穿梭机返回亚特兰蒂斯时，尼亚姆的脑袋突然左摇右晃，他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了，然后就对威尔博士发起了人身攻击。原来是机器人总部知道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通过子空间通信控制了尼亚姆，让他攻击人类。他们将尼亚姆推入了后舱室，然后打开了后舱门。尼亚姆被一股强大的气流直接吸入了外太空。作为机器人的尼亚姆有着永恒的生命力，他本来还想着要羽化升仙，现在只能永生永世都漂浮在外太空了，每天面对的只有数不尽的星星和无穷的黑暗。一艘宇宙飞船正在外太空以 0.9 倍的光速玩命狂奔，因为飞船接近光速飞行，导致外面的世界过了1万年，而飞船里面的人却只过了12年，这就刚好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在1万年以前，这艘宇宙飞船在与敌人交战时，超光速引擎被击中而意外损坏了，他们只能启动亚光速引擎返回基地。金门指挥部知道这件事后，赶紧集结了之前的探险小队。探险小队开着一架穿梭机返回了亚特兰蒂斯。他们穿过星门后，在星门控制室直接扔了一颗核弹在里面，之后就溜走了，然后引爆了那颗核弹，把星门控制室给炸了。趁着复制人手忙脚乱的间隙，穿梭机又偷偷潜进了海底的机库。他们从海底登陆了这座城市。他们这次携带了一种可以杀死复制人的能量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损坏复制人的细胞连接，让他们瞬间烟消云散。缺点就是使用次数多了以后，复制人就会对这种武器产生免疫，所以他们必须一次性清除所有复制人。麦肯博士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能量武器偷偷植入城市的护盾发生器之中，在复制人升起护盾的时候就能杀死所有的复制人了。当他们修改完护盾发生器以后，正好地球人的戴达罗斯号也赶到了附近。复制者为了不受到他的攻击，赶紧升起了城市的护盾。护盾被升起以后，复制人都还没来得及，就这样地球探险队又顺利地夺回了亚特兰蒂斯城。可惜的是那些幸存的古人，他们还没来得及传播他们先进的知识，就让人给团灭了。这艘宇宙飞船直接顶住了恒星喷发的强大粒子流，粒子流释放出来的炙热高温让宇航员们处境十分危险，飞船都快要解体了。他们这种自杀式的疯狂举动，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一颗行星上的生物。这颗小行星上的鲸鱼提前感知到了将会有灾难发生，成群结队的鲸鱼聚集在亚特兰蒂斯的周围。躁动不安的鲸鱼发出强烈的低频脉冲，这些低频脉冲就像声呐一样，导致城市内的人员时常感到头晕目眩、鼻孔流血。原来是附近的恒星黑子进入了异常狂暴的活跃周期，恒星日冕曾不断地对外喷射出花冠状粒子流，这种喷流现象对行星上的生命体有着致命的影响。古人建造的亚特兰蒂斯城对此早就设计好了预警系统，城市内的成员经常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影像，一个全身被烧伤的男人正在被一群医生抢救。原来早在15000年前，恒星也发生过粒子喷流现象。城市的智能系统在不断的投放之前灾难发生时的影像，提醒大家做好防备。麦肯博士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次恒星粒子流的喷发可能会摧毁整颗星球的生态系统。尽管亚特兰蒂斯有护盾的保护，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以后，他们也将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他们决定采用十分危险的方式冒险去拯救这颗星球，那就是将戴达罗斯号飞船飞到恒星附近去顶住它喷发的粒子流，以此来改变它的喷发方向。为了增强飞船的护盾，他们把亚特兰蒂斯的零点模块也安装在了飞船上。在他们挡住喷流以后，他们也不知道恒星会喷发多久，有可能是几十秒，也有可能是几个小时。就在飞船快要解体时，喷流终于停止了。好在上天眷顾，他们成功的拯救了整颗星球上的生命。这个男人突然被一个远古设备的脉冲能量击中了。被击中以后的麦肯博士发现自己，麦肯博士看到以后，直接将双手放在他的胸膛，
伤口居然神奇的自动愈合了。原来那台设备是古人升天用的辅助设备，它会帮助人类实现基因突变来改造人类的肉身。1万年以前，部分古人就是利用它脱离了肉身，将自己进化成了一股纯能量体。麦肯博士就是误打误撞，被他进行了基因改造后获得了超能力。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自我反省反倒是提高了他的精神修为，让他距离升天的条件越来越近。他身体的，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游戏里的人物可能真实的活在另一个世界当中？麦肯博士他们就遇到了这种奇葩事。他在一个房间发现了古人开发的一款模拟游戏。这几年以来，博士和谢普德两人在闲暇之余就经常玩这款游戏。他们各自操控着一个国家，帮助游戏里的人物发展科技，让他们盖房子、种庄稼、采矿、扩充军队，甚至还帮他们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让他们从农耕文明逐渐走向工业时代。随着两个国家的发展，他们在领土扩张和资源争夺上逐渐产生了矛盾，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很快就要打起来了。直到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颗星球上，一个国家的城墙上居然高高的悬挂着麦肯博士的头像。这个国家的人看到麦肯博士以后，都认为是先知降临了，纷纷鞠躬对先知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一脸懵的博士还在这里看到了自己在游戏里设计的独轮单车。不仅如此，戈尔达的领导人还拿出一张设计图纸给他看。他说这就是先知为他们设计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热气球。博士看了这设计图之后才发现，这玩意不就是自己在游戏里画的图纸吗？当他们被带到一个操控台时才明白了这一切。原来这个国家的人十分崇拜一个被他们称作是先知的男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把这台设备当成了先知传达指令的工具，先知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自恋的博士在游戏里把自己的头像悬挂在城墙上，他们也都照着做了。博士领悟到，原来他们玩的那东西它不是游戏机，而是古人用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验工具。古人还在这颗星球的轨道附近安装了上百颗监控卫星，这些卫星监视着两国居民的一举一动。博士在游戏里下达的任何指令都会通过监控卫星传达给眼前的这台设备。一直以来，他们都对先知的话深信不疑，完全照办。因为先知不仅教会了他们先进的科技，还帮他们完善了相关法律。现在麻烦的是，因为博士两人在游戏里的胡乱操作，两个国家的人在领土划分和资源争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为了缓解两国的矛盾，博士把两国的领导人带到了那个所谓的游戏机面前，把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全部告诉了他们。两国的领导人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的生活只是别人的游戏而已，自己信仰的先知居然在玩弄自己，一时间都感觉难以接受。两个领导人怎么都不肯接受威尔博士的调停，表示要继续打下去。他们两人回去没多久，博士就通过卫星的反馈系统看到了两国人又在争夺煤矿资源了。最终博士干脆将计就计，既然你们要打，就让你们打个够吧。在他们又开始攻击对方以后，博士在主机上编写了一个模拟的游戏战争场景，发送给了两国的接收设备。在模拟战争中，双方的子民前仆后继，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而且双方的战争结果都是己方战败。为了模拟得更逼真，他们还让戴达罗斯号炮击周围的空地搞得跟真的一样。正在指挥中心的两国领导人并不知道这是模拟场景，他们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伤亡数据。在看到自己战败的结果，又损失了那么多的士兵以后，两国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了大规模战争的可怕性，差一点就要流下悔恨的泪水了。看到两人都认识到大规模战争的可怕性以后，博士他们才和盘托出，告诉了两国的领导人，这其实只是他们编写的模拟场景而已，现实中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为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战争的可怕性，珍惜现有的和平生活，不要随意发动战争。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有没有可能也会是高等级文明的模拟游戏呢？地球人驾驶着米国的阿波罗号飞船向复制人的空军基地投下了6枚核弹头，摧毁了复制人几十艘太空战舰。几天之后，复制人遥控着一颗超级卫星抵达了亚特兰蒂斯的上空，开始报复人类。这颗超级卫星不仅配置了超光速引擎，在它的中间还镶嵌着一个星际之门。卫星二话不说就放射出一道超级能量波，直接射向亚特兰蒂斯城。停靠在城市上空的阿波罗号飞船第一时间发射导弹对它进行反击，却发现这颗卫星周围环绕着一个强大的护盾。麦肯博士分析后发现，这个护盾是从它本身发射的能量波中汲取能量，只要能量波不停止，护盾就不会关闭，而它的能量光波却来自于另一颗星球的发射器。原来复制人利用卫星中间的星门和推进器，还跳出了超空间，他们飞向了宇宙中一个未知的区域，这里没有恒星也没有行星，亚特兰蒂斯的能源只够维持24小时左右。24小时以后，护盾一旦关闭，他们就将完全暴露在充满各种辐射的外太空。那么地球探险小队在外太空将如何拯救自己呢？最终地球探险队决定发动星际引擎，驾驶着亚特兰蒂斯城降落在眼前这颗蓝色的星球。作为米国优秀的飞行员，谢普德不仅可以开飞机，
驾驶亚特兰蒂斯的技术也是相当一流，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高超的驾驶技术。注意看这个3天没洗澡的女人，她在干嘛？大气层后，最终降落在了米国的金门大桥附近。至此，星际之门亚特兰蒂斯正式大结局。感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